即係黎智英牽涉嘅案件，其中一個我認為荒謬絕倫嘅，就係嗰個佢話佢用嗰個蘋果大廈欺詐呢件事，好啦，嗱，我一陣會解釋俾你聽，點解呢件事係荒謬絕倫，點解係冤獄嚟嘅呢個係。結果咧，去到上訴庭咧係推翻咗，呢個係推翻咗。上訴庭呢個撤銷咗呢個罪惡，呢件事個刑期歸零，原審兩項欺詐罪成，坐5年零9個月，罰200萬，撤銷定罪冇。高等法院上訴庭原審法官喺法律責任同證據推論上邊有原則性錯誤，因此批准上訴。好啦，嗱，案件嘅起源，蘋果日報咧就租咗間屋喺呢一個科技園嚇，嗰個故事咧就係咁啦。個租約咧就限制咗個用途，正做出版。咁控方指黎智英私下嘅力高顧問公司佔用大樓空間，冇向業主申報。咁咧，佢認為咧呢個就係欺詐，呢個係欺詐行為啊！黎智英利用傳媒作為保護傘，掩飾違規，係商業違規變成刑事欺詐。嗱，我首先講俾大家聽，如果有人租咗一間工業園或者科技園嘅樓，而唔係佢事前申請嘅用途咧，咁樣咧，呢個工業園或者科技園咧，就有權勒令佢停止或者罰款。最嚴重嘅咧就係收翻佢笪地。呢個咧係一個商業糾紛嚟喎，咪就違約咯。呢個唔係違約咯。點解會係刑事啊？而且咧，過去從來冇人用過刑事嚟告嘅。我話俾你聽，我去過亞視啊，亞視咧就係嗰個喺工業園嗰個大廈咧，係乜嘢都用嚟做過，做貨倉啊，做餐廳啊，幾百樣嘢，從來冇人因此係會被告過欺詐嘅。至多你太過分咧，就勒令你改嘅啫。呢單嘢咧，好明顯係砌生豬肉。好啦，上訴理據一，沉默唔等於欺詐。好啦，呢個就係佢話佢呢個違反租契約。我舉個例，我舉個例，你會明白。我租間屋唔准喺牆度揼釘，我喺牆度揼咗釘，咁咧你可唔可以報警拉我啊？呢個純粹商業糾紛，係民事責任，點會變咗係刑事欺詐咧？我點係呃你咧？我咪做錯嘢咯，係咪？核心爭議，租戶係咪要主動披露違法行為？冇，從來冇咁嘅例子。即係咧，我喺我間屋做嘢，可能唔小心做咗，我係咪做啲嘢違法嘅？我要通知呢個業主咧。喂，咁好麻煩喎！我日日通知業主。上訴庭裁決冇，違反租契係民事糾紛，即使租戶未通知業主，法律上係唔構成呢個欺詐案嘅不誠實隱瞞，因為我唔覺得需要嘛，從來都唔需要。你發現到你咪告我咯，唔好講話喺呢啲租約或者契約上邊，喺工地嘅使用，成日都有人違背嘅，愛嚟掟垃圾啊，做停車場，會唔會告佢欺詐㗎？唔會啊嘛。第二，公司違約唔可以拉人嘅，公司係獨立法人，你可以罰佢錢。即使公司層面有隱瞞，法律上唔可以假設董事有犯罪意圖。嗱，呢個就係有限公司保護咗個人嘅。控方意圖穿越公司嘅面紗，直接定罪個人嘅邏輯，你冇權直接拉黎智英。
呢個就係你就只可以罰間公司，讓間公司執笠。上訴理據三，證據未能跨越合理疑點，控方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黎智英係做咗虛假陳述，佢冇做出虛假陳述。原審法官喺證據不足、過度推論被告有欺詐意圖，話佢全心欺詐，所以定罪並不穩妥。嗱，呢個呢，呢班法官呢，受咁多年 common law 嘅訓練呢，一用 common law 去審案呢，佢就翻去 common law 嗰套 common sense 入邊，嗰套邏輯入邊。點解能夠贏呢？就係普通法同國安法嘅分水嶺。普通法原則呢個就係要嚴格舉證然後呢就冇政治干預。國安法呢就唔係，佢就用國安法原則。國安法原則呢係調轉嘅，佢話咁，你唔能夠證明到唔係呢，就當你有罪。呢個叫推定原則。然後嗰個法律係點樣解釋呢？法庭冇權解釋，係由人大同國安委。呢個案所以勝訴，因為佢運行喺冇俾政治機制改寫嘅渠道，喺呢個渠道，而喺呢個渠道入邊冇辦法扭去國安法。高等法院律政司上訴去到終審法庭批准保釋、撤銷保釋，呢個就試過保釋案。結果終審法庭去到呢度，終審法庭確認國安法排除咗普通法嘅傾向批准保釋嘅原則，門檻變咗係改個龍門，法官相信唔會再犯，否則不得保釋，所以撤銷保釋。因為改咗個遊戲規則，由普通法變咗國安法。好啦，黎智英請外籍法官一層層打都贏，冇可能唔贏，因為嗰個寫明準請外籍法官結果終審法庭話係點呢？就係話終審法庭都判決贏咗，即叫行政長官提請人大釋法，就夾硬咧話國安委有權否定聘用，司法無權干預。喺國安框架，司法判決唔啱佢嘅意思，就可以透過釋法，國安委決定扭轉個結果。而家唔使釋法，就係呢，佢指個人大就話呢啲嘢要由國安委會同行政長官決定，咁就得啦。呢個就係呢個鄒幸彤控罪證明，控罪一定要全部到位呢一個就係涉及國家安全咧，終審院依然必須要有控罪元素，喺國安審判依然係守呢個舉證原則資訊遮蓋唔可以損害公平審訊，一定要公義公正。呢個係嗰個整個哲學呢一個係普通法嘅哲學。結果呢就唔係啦，就係呢，佢結果呢就係用國安法。於是呢，我哋有兩條軌，普通法律嗰陣時呢，商業欺詐上訴法院司法終局，國安法呢就法院去到高級啲行政干預，輸咗之後呢，就係人大釋法國安委。呢次就因為保留咗呢度，結果個刑期數學總量中剔除咗5年09個月，結果呢，黎智英2020年被捕，2021年被捕，佢而家已經坐咗5年。本來呢度有5年，佢要坐25年，係坐到2047年。佢而家呢減翻呢5年幾，由2021年計坐到2041年。原定有一部分要欺詐案分期執行，縮減咗總刑期，提前咗5年出獄，所以呢個係個好消息嚟嘅。律政司會唔會再上訴去終審法院呢？喂，上訴動機捍衛刑事欺詐作為土地執法工具，維持執法論述嘅一致性，呢個咧係冇試過
用刑事欺詐嚟到執行土地執法，動機好強，因為想黎智英坐外添，但係法律障礙極高。爭議點在於證據不足，根本冇證據。終審法庭好少推翻下級法院對事實嘅裁定。呢個就係對佢係冇欺詐成分。一場未完全完結嘅局部勝利法治層面佢係確認咗呢一個係商業糾紛唔應該刑事化，呢個係普通法嘅底線。個人層面贏咗戰役，但國安法整體戰佢依然要坐多15年。未來風險律政司有上訴權，呢場法律戰未係最終嘅結局。會唔會上訴呢？係唔係呢啲咁嘅嘢都要用人大釋法呢？我唔知。好啦，藍士英之換發套裝好受歡迎，就係咁嘅。兩盒亞精胺，亞精胺咧就幫助你細胞自噬嘅。一盒維生素，因為佢有呢個60粒嘅，就有食2個月。呢啲咧每盒食1個月，食2個月。呢個 Form Bio 呢個 Q10 提升你粒線體嘅精神嘅。兩盒，一盒2盒，總值1074蚊，夠食2個月嘅。而家特價588蚊，好抵。